女儿期中考试拿了年级第一，拿着成绩单去了傅廷州的公司，想给他一个惊喜。爸爸，我这次考试……可是开门进去的瞬间，却撞进傅廷州搂着女助理。女助理被撞破偷情，却不知羞耻，直接扇了我女儿一巴掌。谁让你进来的？懂不懂规矩？作为父亲的傅廷州却全程冷眼旁观。女儿委屈地哭着跑回家。安安，可以吃饭了。脸上的巴掌印红得刺眼。谁打他？妈，妈妈在，你说。我今天考了第一，我想给爸爸一个惊喜。司机叔叔送我到楼下，我自己坐电梯上去的。后来呢？我想给爸爸一个惊喜，助理姐姐不在外面，我就自己进了里面那个房间，门没锁，我一推就开了，然后你看到什么了？别怕，你跟妈妈说。爸爸搂着一个阿姨，阿姨靠在爸爸身上，连衣服都没穿好，爸爸也没有推开她。傅廷州，你可真有本事，在公司养人也就罢了，偏偏被自己女儿撞个正着。那个阿姨是谁？那个阿姨是谁？我听爸爸叫她若瑶，之前家里见过一次。妈妈，他是谁啊？我是副总的特助，副总今天出差落了份文件，我替他送还。辛苦你了，这么一大早赶过来。客气了，是我应该做的。林树瑶，竟然是他！其实傅廷州出轨，我一点都不意外。今天怎么又回来这么晚啊？公司忙。人们常说，男人晚归是婚姻覆灭的征兆。当他身上飘起陌生的香水味，家的味道就散了。手机从不离手，连充电都放在枕头底下，秘密藏在我够不着的地方。来，我不是没察觉，是不想动。如今鼎恒那边的事还没理顺，傅家老太太身体也不好，这时候撕破脸，里外全是烂摊子。我不是怕，是在忍。结果这帮人真把我当死的了。妈妈，我是不是做错了？你没错，去找爸爸。你没错，进门没敲门，也轮不到他骂你，更轮不到他打你。真的吗？真的，错的是他们，不是你。大人做的脏事，倒扎的是孩子的心。我以前总想着，孩子得有个完整的家，很多事情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混过去。到头，这些人已经能踩到我跟我女儿头顶上去。安安，你记住，你是妈妈的女儿，我不允许任何人碰。今天这一巴掌，妈妈会让他千倍万倍还回来。傅廷州没先开口，
大概在琢磨，我这个一向不闹的人，这会打电话来想他是哭、求还是吵？但是他想多了。傅廷州，林若瑶打了我女儿，这事你打算怎么办？老婆，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林若瑶胆子不小啊！怎么，鼎恒现在他说了算？连傅家的孩子他也管得着？老婆，我现在在忙，回家了再给你吃好不好？安安的脸就摆在我面前，脸上的指印清清楚楚。你当时就在旁边看着他打，连拦都没拦。傅廷州，安安可是你的亲生女儿。清河，你冷静一下行吗？男人只张嘴，谈生意的时候利索得很，出了事却永远只会说这几个破字。我很冷静，我要是不冷静，就不是在这打电话。宁安怎么样了呀？你还有脸问？安安的左脸都被打肿了，他一路哭着跑回来，问我是不是做错了。傅廷州，你一点都不心疼吗？又不说话，心虚了。可惜晚了。傅廷州，你听好了，我只说一遍，5分钟内让林若瑶出现在我女儿面前，给她下跪道歉。他要是做不到，你总裁的位置明天就不用做了。清河，你别太过了。傅廷州，他打的是你的亲生女儿，不是路边捡来的。你婚内出轨，我没给你掀桌子，已经够给你脸了。5分钟，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我是在通知你，如果做不到，你总裁的位置就不用做。听明白了吗？陆清河，你孩子挨打，他不一定往心里去，但鼎恒医药的总裁位置是他最在乎的东西。多少人前风光，全靠那把椅子撑着。你是在威胁我吗？有什么问题吗？好，陆清河，你想清楚了。我想得很清楚，倒是你应该想清楚，是让林若瑶自己来跪，还是你替她扛，或者5分钟后我替你选。妈妈，天黑了。雨天黑的就快，睡吧。那爸爸还会回来吗？他回不回来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欺负你，就要付出100倍代价。妈妈，你今天好厉害。我早该这样了。睡吧。我退一步，他就进一步；我给脸，他就真拿我的安安当好欺负的。现在好了，这一巴掌把最后那层体面全扯，谁都别住。时间快到了。妈，什么风把您给招来？清河，廷州刚给我打了个电话，你又跟他闹了？一个懦弱的男人，不敢正面应对婚姻的破裂，不出我所料，开始搬救兵。妈，您儿子在公司和女助理搂搂抱抱，那个女人还打了安安一巴掌。我让他把那个女人带过来给安安道歉，他说我小题大做。您觉得是谁在闹？唉，孩子被打，我知道你心疼，当妈的都一样。可是你要分清楚轻重。说到底，今天就是念安的不对，他跑来跑去，让人家受了惊。
挨一下有多大的事儿？好一个不是什么大事，跟傅廷州一个口气，一个意思。妈，那一巴掌是实实在在打在你孙女脸上。哼，廷州公司这么大，在外有点应酬，再有几个走得近的女孩子，这不是很正常吗？哪家男人没有啊？你作为一个家庭主妇，非但不体贴她，还非要闹成这个样子，对谁好啊？这副嘴脸真是恶心又可笑。妈，您是在跟我说他在外面找女人是正常的，那个女人打孩子也是正常的，我不能有意见？我可没那样说，我的意思呀，是家丑不可外扬。你一个当妻子的，撑不住场面，动不动就威胁来威胁去的，传出去多难听啊！传出去难听？保女助理不难听，打孩子不难听，当爹的说孩子活该不难听，我计较两句就难听了？你够了！妈，我给过他5分钟，既然他不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来人，送客！来人，送客！陆清河，你反了天了你！你要干什么？你给我等着！放开！傅廷州，你自己不来，让你妈过来劝我，有用吗？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连长辈的面子都不给了？傅廷州，我给过你5分钟，既然你不来，明天一早我就召开董事会，罢免你总裁的位置。陆清河，你给我玩真的是吧？怎么，知道害怕了？傅总，要不我还是道个歉吧。傅太太，我真的知道错了，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是念安小姐突然冲进来，门推得好大一声呢。当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不小心碰了她一下。等我反应过来，真的已经晚了。你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我要的是你亲自给我下跪道歉，不然我就让你这个插足别人家庭的小三和傅廷州一起从总裁的位置给我滚下来！陆清河，我傅廷州管了鼎恒15年，人家若瑶刚才都已经给你道歉了，你有完没完啊？还有，不要总是拿总裁的位置来压我。鼎恒不是你一句话就能够翻天的，你要闹什么？随你。好，傅廷州，这路是你自己选的。喂，清河，这么晚了？母亲，帮我查样东西。鼎恒去年第4季度有一笔内部调拨，走的是行政特批通道，金额是2300万，收款方是一家叫若兰文化的公司。若兰，这名字怎么听着……若瑶的若，青兰的兰。傅廷州用公司的钱给那个女人开了个公司。清河，你怎么知道的？我不该知道吗？从3年前，鼎恒的每一笔大额流水，我心里都有数。只不过，以前我不想动。现在呢？既然他选择护着那个女的，那我也没必要给他兜底了。母亲，帮我把这家公司的经营流水、注册信息、法人信息等全部查清楚，越详细越好。好，知道了。陆小姐，这个时间找我是有什么事吗？方叔，我爸生前放在您那的股权托管协议还在吗？在的，一直在。我现在确定要开始启用。陆小姐，这个协议一旦启动，整个鼎恒的控制权将会重新洗牌，你确定？
我确定，明天早上9点带上全部文件到鼎恒医药32楼。好。傅庭洲以为他坐的那把椅子姓傅，实际上他脚下踩的那块地，连带着整栋楼，从第1块砖开始都姓陆。我爸病重去世前，把鼎恒51%的股权放进了一份托管协议里，指定受益人只有一个，不是傅庭洲，而是我。这份协议我藏了15年，本以为不会用到，但没想到傅庭洲不做人，那现在我也不用再装。协议一式2份，我这里1份，方月那里1份。明天，这份封存已久的协议将会重新现世，让傅庭洲清楚，他引以为傲的椅子究竟是谁给的。若兰文化的注册信息我也拿到了，法人代表是林若瑶的表姐，实际控制人只算林若瑶本人，流水我也调了，3年内从鼎恒划走了4700万。清河，这个女人胃口不小。4700，不是2300万，比我查到的还要多。知道了，我将明天的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明天鼎恒32楼，我要让所有人看看陆正恒的女儿站起来是什么样子。妈妈，爸爸他们昨晚没回来吗？安安，今天先去慕晴阿姨家玩，妈妈有点事，晚点来接你。慕晴阿姨，妮安来了。今天我不在家，替我陪陪她。想好了吗？想好了。文件带了吗？带了。方月8点半到，我先过去。傅庭洲那边知道吗？不知道。你打算怎么进去？我自己的公司，当然走正门，不需要跟任何人打招呼。去吧，念安交给我，我会陪他好好玩的。妈妈加油！谢谢宝贝，我走了。陆太太，您来了，需要我通知副总吗？不用，我自己上去。方叔。陆小姐，这里是你父亲托管的所有协议原文件，包括律所的公证件以及股东名单变更的授权书。我等了你15年，你终于来了。一字不差。陆小姐，我跟了你父亲20年，他临走的时候对我说，这是他留给你的最后一道防线。你的性子很稳，一般也用不上这些，但是如果你在外面受到了欺负，你来找我的时候，让我不用犹豫，直接把文件给你。当你昨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人越线了。我带了签字笔，你什么时候签字，这份文件什么时候生效？等一个人。谁？这不是方总吗？是啊，平常也不见他来啊。8点45分，他会到。方月知道，我说的是傅庭洲。他每天8点45到公司，雷打不动。好，都来，你呀，省得我一个个叫。别担心，有我在。好。陆清河，你来干什么？
方总也在。方月虽然是公司的老人，但平时心里多少会和我客气两句。今天竟然直接坐着不动，连个正脸都不给我。副总，坐吧，有件事儿需要和你当面说清楚。这是什么？林小姐也进来吧，这件事和你也有关。傅庭舟，昨晚的5分钟已经过去了，你选择不来，也不让他来。我说过，5分钟后我替你选。你有什么话直说。好，我直说，鼎恒医药51%的股权，从今天起归我。你说什么？我父亲陆振恒，鼎恒医药创始人，他去世之前把51%的股权放进了托管协议。这份协议在方叔的手里掌管了15年，不然你以为你是怎么当上总裁的？不可能，岳父去世的时候把股权都已经分散了，而且这是董事会做的决定。只是表面上分散，我受老陆董临终所托，早已将核心股权全部集中在这份协议里面。至于董事会重组，也只是走个流程而已，核心控制权从来没有变过。副总，你在总裁的位置上做了15年，但是你知不知道你的这个位置一直是陆董允许你做的？等一下，清河，昨晚的事儿，若要可以道歉的。跪行，我现在就让他给你下跪，行不行？快跪，快点，跪下！副总，清河，你有什么事好好说，别冲动啊！傅庭舟，昨晚你说鼎恒不是我一句话就能翻天的，现在你还这么认为吗？清河，你别这样，你要是签了这份协议，我就什么都不是了。你本来也什么都不是。陆清河，我说了不准签，你要是再敢签这份协议，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你想怎样？陆清河，你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现在鼎恒集团上上下下都是我的人。来人，把夫人给请出去。怎么是你？陆总，您不是说您不来吗？爸，清河，爸让你受委屈了。你是的，没死，装的。15年，我爸消失了整整15年，我以为他死了，葬礼我参加，骨灰我亲手捧了。现在他一句话，把我15年的眼泪、委屈、死撑，全砸了个稀死。15年前，陆总查出来了重病，手术风险很大，他害怕自己挺不过去，于是便安排好了后事。但是后来手术很成功，陆总却选择继续隐藏。他让我暗中观察副总在集团的经营情况，还有他对你和念安的态度。后来结果你都看到了。爸，别这么叫我。这个协议不用签了。爸，您这是什么意思？不用签就是不需要。鼎恒集团的所有股份本来就在你名下，托管只是个过渡。
既然我活着回来了，过渡也就此终止。从明天起，鼎恒集团的所有股份将全部转到你的账户，不需要任何托管。这个是律师今天早上发给我的确认函，已经生效了。15年，这15年我一个人撑着，忍着，一个人给念安当妈当爸当后盾。我以为只有我自己了，原来不是。清河，爸对不住你，这么多年，让你一个人扛得太久。没事，爸，我扛得住。傅廷钊，你做的一切一笔一笔我都知道，因为方月他每个月都会向我汇报，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15年不算短吧？可你呢？不仅没有守住，而且是越做越烂。爸，钱的事情我可以解释的。不用解释，从明天起，鼎恒集团的总裁就不是你了。方月，我已经通知了董事会的所有成员，这是董事会昨天晚上11点做出的紧急决议，罢免你鼎恒集团董事长总裁职务，即刻生效。这都签了？不到半个小时就签了。副总，说句实话，这些年你在集团里的做派，董事们早就不满了，只不过大家看在老董事长的面子上不发作而已。如今老董事长已经发话了，大家自然没什么好犹豫的。怎么会这样？陆清河不是靠傅家吃饭的一个儿媳妇而已吗？怎么会？林若瑶，陆先生，你擅自挪用鼎恒集团4700万资金，限你1个月内如数归还，否则我让律师启动法律程序。什么？另外，你还打了我的外孙女，这笔账由我的女儿来算。清河，剩下的事你自己处理吧，爸就先走了。对了，离婚协议就由律师来起草吧，我女儿和我外孙女不需要你了。爸，老婆，老婆，叫我陆清河，或者叫我陆总也行。原来你什么都知道。我知道这些年你出轨、转移资产，我都知道。那你为什么不翻脸？那是因为我觉得你对安安最起码有当爸爸的感觉。我以为你就算在外面找小三，至少对家里这条线不会断。可你昨天跟我说，你说孩子挨打活该，是你自己亲手剪断了这最后一条线。林若瑶，你昨天打完我女儿之后，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说你不是故意的，现在你还这么觉得吗？傅太太，不，陆总，我那天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当时就……我不在乎你故不故意，我问你的是，你现在还觉得是碰了一下吗？林若瑶，我昨晚让你过来，给我女儿当面道歉，你不来，因为你男人替你挡了。可现在你男人自身难保，谁还会站出来替你挡？还有你，傅廷钊，你说鼎恒不是我一句话就能翻天得了的，现在你还这么认为吗？不是我，老婆，老婆，傅总，你帮帮我，我没有那么多钱啊！滚开！都怪你，要不是因为你，事情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搞定了。这只是开始。鼎衡32了，这是我第一次以主人的身份站在这里，以后会有无数次。念安真不愧是全校第一，真厉害！这么复杂的题，居然1分钟就解出来了。来啦，妈，今天怎么样？心情有没有好一点？木晴阿姨今天带我去看了电影，回来之后我把所有作业都写完了。妈妈，你今天上班累不累？不累。念安，跟你说件事。以后不用再去爸爸的公司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公司以后就是妈妈的。那妈妈以后就是大老板了。还疼吗？不疼了，现在一点也不疼。妈妈，那个打我的阿姨，她会来和你道歉的。真的吗？真的。走，咱们回家。方月的速度很快，下午就在全公司内部通告了股东变更、傅庭洲免职的讯息。同步过来的信息还有若兰公司的完整财务流水和从鼎衡走账4700万的明细。他们以为套了2层壳就查不到了，天真。喂，清河，你让我查的东西查到了。林若瑶不止在鼎衡一家搞事，她跟傅庭洲认识之前，在另一家医药公司做过行政助理，离职原因是与已婚高管存在不正当关系，对方给了一笔封口费，她才走人。这个女人是职业的。好，我知道了。用同一套换不同的男人，一个一个吃干抹净。傅庭洲不是第一个，大概也不打算是最后一个。可惜这次他挑错了人，他不该碰我女儿。太太，傅先生在外面想见你。不见，让他走。好的。让开！您请回吧，傅先生。傅先生，请您离开。喂，清河，我们谈谈吧，行不行？谈什么？清河，别把事情做得太绝了。公司的事我认，总裁不当了我也认，但是你不能把家都拆了呀。念安她还小，她需要一个完整的家。他还好意思提念安？傅庭洲，昨天晚上念安问我，爸爸是不是不喜欢他？这个时候你在干什么？你在对着林若瑶说，别怕，有我。你现在跟我提一个完整的家，你心里有念安的位置，还是只有林若瑶的位置？我跟若瑶已经彻底断了。今天在公司里的事，我已经跟她说清楚了，今后不会再有任何的联系，我发誓。你跟她断了，不是因为你知道错了，是因为你怕了。你心里要是真的有念安的位置，昨天晚上就不会说出那样的话。离婚协议我已经让律师在起草，这2天就会发给你。你要是配合的话，就把字签了，抚养权归我，你还有机会来探视念安。你要是不配合，威胁我？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你拿到公司的股份就能为所欲为了。你别忘了，我们傅家在这个圈子里也是有人脉的，就算是你爸活着回来，也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好啊，那你就看看你所谓的那些人脉，还有几个会站在你这边？你，陆景豪，陆景豪！
傅庭洲不会轻易认输，找到机会一定会反扑。还有林若瑶，4700万不是小数目，不逼急了不会真吐出来的。更麻烦的还有傅家老太太，以她的性格，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必须都要找到应对之策。喂，方叔，麻烦把鼎恒管理层的名单发我一份。还有，若兰文化和鼎恒旗下的子公司有没有业务往来啊？有，若兰文化和鼎恒的品牌推广部有3份合同，总金额800万，合同是林若瑶经手的，审批人是傅庭洲。好，我知道了，又是800万，加上之前的4700万，林若瑶通过傅庭洲在鼎恒总共吸了5500万的血，必须让他们一分不少都吐回来。我去上学啦，妈妈拜拜。拜拜，慢点儿。拜拜。陆清河，你干的好事儿。妈，您说的是哪件啊？你是把庭洲的总裁给撤了？你爸突然就冒出来，这唱的是哪一出？你们陆家这是要翻天吗？我儿子给你们家卖命了15年，你说撤就撤？妈，傅庭洲被免职是因为他在任职期间存在严重的财务违规，4700万从公司搬到他情人名下，董事会全票通过的决定，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放屁！什么4700万？那是公司的正常营业款项，想干这种事情来糊弄我？妈，若兰文化这个公司您听说过吗？若兰文化这个公司您听说过吗？什么若兰文化？傅庭洲果然没跟您说实情。若兰文化是林若瑶的公司，3年从鼎恒划走4700万，却没有一笔实际业务，您觉得这算正常吗？哎呀，就算是我儿子的错，那也是你们两口子的事儿。你把他踢出公司，这是想干什么？你们是想把我们傅家赶尽杀绝吗？又给我扣帽子！我没有要赶尽杀绝，我只是让不合格的人离开他不该待的位置。你当你是谁呢？陆清河，你不就是嫁进来的吗？鼎恒是你爸的没错，可是你爸把公司交给我儿子，他拼命干了15年，你想说撤就撤吗？妈，我爸当年把公司交给他是因为信任他，但他辜负了这份信任，所以这个位置就该被收回来，很难理解。你还有，妈，我嫁到你们傅家这15年付出了多少，你比谁都清楚。傅庭洲晚上不回家，在外面养情人的时候，是我在家带孩子，你每次身体不舒服，也是我在忙前忙后的跑医院。这个家里的大小事务全部都是我在打理，你摸着良心想想，这15年到底是谁在卖命？你少在我这摆功！我不是在跟您摆功，我只是告诉你，少拿嫁进来的这个说法来压我。我嫁进你们傅家没用过你们1分钱，我走的时候也不会拿你们傅家1分钱。但鼎恒是我父亲的公司，这一点谁都改不了。你是想离婚？你是想离婚？律师已经在起草了。不行，绝对不行！你们不能离婚！你要是敢跟我儿子离婚，我就……您什么？你会后悔的！后悔？我现在唯一后悔的，就是没有早点动手。陆总，林若瑶一大早就来了，说是要见你，她已经在前台等了一早上了。让她进来。陆总，我来是想跟你说清楚，那4700万不全是我拿的。若兰文化是副总让我开的，他说公司有一些推广的业务要走外面的流程才会更方便，而且
钱也是他批的，我只是一个执行。我是拿钱了，但我到手的最多就1000万。1000万，说的很少意。林若瑶，你拿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笔钱从鼎恒账户出去，到的是你的公司，所以从法律上讲，你跑不掉。可当时是副总安排的，我才……傅庭洲的责任我会追，但你借了钱，你就是共犯。你要告我？那要看你的态度了。你今天来，就是为了说这个？我还有件事儿，我愿意跪着给念安小姐道歉。陆总，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条生路吧。那个钱我一定会努力的还给你的，求求你不要报警。前天他还委屈的做白莲花，现在跪得比谁都苦，看来是真心怕我女儿不在这儿，你给我下跪没用。陆总，还有钱的事儿，4700万1分都不能少，1个月退回鼎恒账户，少1分钱，我让法务走程序。可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若兰文化账上只剩300多万了，剩下全被副总拿去。你能不能还得起跟我没关系，找傅庭洲也好，卖房子也罢，那是你的事。1个月你可以走了。你就不能再宽限一些时日吗？3个月？1个月多1天也没有。你觉得他还得起吗？还不起，我不在乎他能不能还得起，我在乎的是他为了还这笔钱会去找谁呢？我在乎的是他为了还这笔钱会去找谁呢？你的意思是，傅庭洲帮他弄的这笔钱他还不起，自然就会去找傅庭洲。傅庭洲现在没了职位，手上能用的资源又有限，他要是想帮他还，就只能动用他们傅家自己的资源了。到时候他们傅家内部的矛盾，嘣，自己就会炸开来。你跟你的父亲真的很像。哪里像？心思缜密，谋划长远。方叔，帮我安排个事。你说。后天鼎恒的医药行业交流会，我要出席，以鼎恒集团控股股东陆正恒之女的身份出席。老总，我请进。应该上。这是华信医药的周总。周总你好。陆总，久仰久仰啊！没想到鼎恒这么快就有了新的接班人，还是陆老的千金，后生可畏啊！听说傅田洲被离职了，就是他来接管鼎恒。陆正恒的女儿，现在他呀是集团最大的股东。我去，到底怎么回事啊？他不是从没在业内露过面吗？竟然能挤掉傅庭洲。周总您客气了，我不是新的掌舵人，鼎恒这15年一直都是我父亲在幕后盯着，我不过是从幕后走到台前而已。那陆老现在身体还正在恢复，不太方便出面，不过公司的事情我父亲都一直有在关心。陆总，这位是安仁药业的刘总。刘总。陆总，冒昧的问一句，副总离任这件事外面传了很多版本，能透露一下具体原因吗？管理层出现了违规操作，董事会做出相应处理而已。不过刘总放心，公司的业务和财务都很健康。那就好。刘总，我再给你介绍其他几位。接下来的1小时，我跟在场的来宾一一打过招呼。刘总，主要透露3件事。这位可是您父亲的老朋友。第一，鼎恒控股权在我手里。第二，这边请。陆正恒还活着。你好。第三，以后鼎恒的事找我。
交流会进行到一半，一个意料之外的人出现。他怎么会来啊？星河，我有话跟你说。他在这儿说。他不是被罢免地权的谭昭吗？他不是都被开除了？发生什么事？怎么回事啊？发生什么事了？我是来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位置的。你的位置？鼎恒集团这15年一直都是我在打理的，公司的每一个项目都是我谈的，每一笔合同也都是我签的。你现在把我一脚给踢开了，你自己能干得了吗？他是故意趁我出来战斗，想用自己过往的履历博得在场合作过的其他公司高层的镇定。怎么他是这样的人？你以为你拿到了公司的股权，就什么都能干了吗？鼎恒集团的客户看的是我的脸，而不是你的名字。你现在把我一脚给踢开，你确定他们还能带你玩吗？你的果子确实有点把公司有功劳啊！是啊，他请的，真没想到居然有这样的事情。你说那些客户只认你的脸，那我问你，去年鼎恒最大的一笔订单和省医院集采的那个，最后签字拍板的是谁？是方月方总，他代表的是陆家的信用和鼎恒的品牌。你在中间跑了2次腿，就以为全靠的是你的能力吗？前年华信医药的战略合作谈了3个月没谈下来，最后是谁打了一通电话给周总，2天之内就落地？是我爸，他在病床上打的电话。你不知道，是因为他没告诉我。所以你要谈业绩，我们可以谈，一件一件掰开来谈，好好看看这些年你干的这些事，哪些是靠你自己的真本事，又有哪些是靠着陆家和鼎恒的牌子。不谈业绩了？好啊，那我们来谈谈这些年你从公司搬走5500万。你5500万，他竟然干这种事儿啊！太大胆了吧！5500对那些公司万，这是谁来让？嫌我说多了？你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来问我要位置，那我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告诉你，你这个位置是怎么丢的。你在公司养了一个女人，并给这个女人开了一个空壳公司，3年从鼎恒划走了5500万，被女儿在公司撞见你和她偷情，她反手给了女儿1巴掌，你就站在旁边一个字都没说。这就是你这些年干的好事啊！没想到还干了这么多事，真恶心！这还有这样当父亲的呀？真是不要脸！跟他合作，这做人做事都不行啊！傅廷周，你以为你今天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就能让我下台？现在你再好好看看，在场的这些人，有谁还会买你的账？谁？傅先生，要是没什么事，你就可以先走了，门在那边。干得漂亮！今天下午召开一个内部会议，全体高层都要参加，议题只有一个：鼎恒医药未来的方向。好的。从今天起，鼎恒正式姓陆，和其他闲杂人等再无关系。多吃点儿。太太，有人找，他说他叫林若瑶。没事，他今天是来道歉的。
让他进来。好的。这边。说吧。念安小姐，那天阿姨打你是阿姨不对，阿姨不应该动手，更不应该骂你。对不起。安安，想说什么就说，这是你的选择。若瑶阿姨，你打我那一下真的很疼，我只想告诉爸爸我考了第1名，可你们却让我觉得我犯了错。不是你错了，是我错了。你想怎么罚我都可以，那一巴掌你可以打回来。你的道歉我接受，但我不会原谅你，更不会打你。我和你不一样。我的孩子长大了。可以了，起来吧。钱的事，1个月。我知道了。妈妈，她真的道歉了。妈妈答应你的事，什么没做到过？妈妈好厉害，说到做到。傅廷周开始搞事情了。傅廷周这2天联系了公司几个中层管理人员，还请他们吃了饭，暗示自己很快会回来。其中有2个人态度暧昧，没有明确拒绝。名字？品牌部的贺敏和供应链的张伟。暗中盯好这2个人。好的。这是我们最终商议出来的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清河，傅家老太太带着一个律师，现在在你家门口。阿姨打电话给我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让阿姨别开门，我20分钟就到。后面的会议由方月主持，我有事，暂时先离开一下。念安，开门！念安，开门啊！念安，别敲了。清河，你回来了，我们谈谈。在门口谈，你什么意思？我现在还是你婆婆，你应该敬老尊老。你上次进我家骂我不要脸来着，这次呢又打算骂什么？我身边这位是傅家的律师，有些法律上的事情需要当面确认。陆女士您好，我受傅家的委托，就以下事项与您确认。关于傅廷周先生与您的婚姻关系，傅家方面认为，如果走到离婚这一步，以下几点需要明确。第一，傅念安的抚养权，傅家方面主张由傅廷周获得抚养权。第二，婚内财产的分割，傅家方面认为鼎恒医药集团的股权属于您的婚前财产，不在分割范围内，但您在婚姻存续期间获得的分红、收益等属于共同财产，应依法分割。第三，停。第一，傅念安的抚养权，你们想都别想。陆清河，念安是我们傅家的孩子，念安也是我的孩子。傅廷周作为孩子的亲生父亲，在婚姻存续期间存在婚外情，纵容第三者殴打未成年子女，对子女教育关注严重缺失，这些事实我都有证据。任何一个法院拿到这样子的材料，都不会把孩子的抚养权判给他。你们要是想打官司，我奉陪，但是你们最好想清楚，官司一打，傅廷周出轨、挪用公款、养情人、纵容第三者殴打未成年子女，这些事实可全都公开，到时候丢人的不是我，是你们傅家。你威胁我？我只是在陈述事实。妈，
我叫您一声妈，这是最后一次。念安的事没得商。您要是真的心疼这个孙女，就别把她当筹码。至于第2条，鼎恒的分红和收益，这15年我没有用过鼎恒1分钱，账目清楚，你们可以随便查。陆女士，根据婚姻我说了规定，账目清楚，我没有用过鼎恒1分钱。这15年我所有的开销，全部来自于我的婚前财产和我的个人工资。需要我去银行把流水打给你看吗？你们还有别的事吗？陆清河，你别太得意了，我们傅家不是你想欺负就能欺负的。我没欺负谁，是您儿子先欺负我和孩子，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而已。你别得意的太早。汀州那边的情况进展如何？已经开始动手了。我看他还能蹦得几天。陆总，有人在圈子里传播关于鼎恒控股权变更存在程序上的瑕疵问题，今天已经有2家经销商打电话过来询问情况了。查出来是谁传的了吗？消息的源头一开始是在一个行业群里，发消息的注册账号叫做行业观察，是一个匿名 ID， 不过群里已经有人认出了他的口气，怀疑是贺敏。品牌部被傅廷州请过饭的那个？对。对了，今天下午张伟已经请假，说是家里有事，但是有人在傅廷州下他的酒店下面发现了他的车。傅廷州这是在利用还留在公司的人制造混乱。虽然你父亲的托管协议是经过正规律所的公证，程序上无懈可击，但是谣言这种东西不需要真相便能伤人。合作方那边你去解释一下，带上公证文件和副本让他们看。贺敏和张伟那边先不动，再等等。等什么？等他们犯更大的错。傅廷州想从内部搅局，但他忘了这些人签的是鼎恒的合同，拿的是鼎恒的工资，他们帮他做事，那就是违反了劳务合同里的保密原则和忠诚义务，轻则开除，重则追责。你是想让他们再蹦跶蹦跶，等积累到一定证据以后再一网打尽？蹦得越高，摔得才够惨。陆清河就是个只会靠爹的千金大小姐，什么都不懂。他上任公司总裁，公司迟早得出事儿。不会吧？我看他现在把公司管得挺好的呀。那只是暂时的假象，他连公司的产品流水线都说不清楚，你还指望他能保住公司啊？趁早啊，还是看看别的机会吧，否则就这么继续待下去，要么被降薪，要么就要被开除了。不会吧？喂，张总，现在我虽然主管采购，但是现在上面换人了，接下来的合作我真的不敢保证。周总，实在是抱歉，这件事情我真的回答不了，我真的已经尽力了。方总，你们要换供应商了，我们合作这么久，一直没出过问题啊。老周，你别急，你可是我们最信任的合作伙伴，只要你保证货没有问题，我向你保证绝对不会取消跟你们的合作。好好好，等哪天闲下来了，咱们一起喝杯茶啊。动作真快呀，这才1周就在内部掀起了关于你的舆论，就连供应商都开始惶惶不安了。从内部挑拨到影响正常的商业关系，够了！通知全体管理层，下周1召开紧急会议。是。今天开这个会，我只说一件事：过去1周，有人在公司内部和外部散布不实信息，
严重影响了鼎恒的正常经营。消息源头我已经查清楚了。赫敏，你在行业交流群里发的那些匿名消息，还有给公司同事散布的那些谣言，我都有证据。张伟，你联系的2家供应商电话录音我也拿到了，你暗示对方说新管理层可能会调整采购方向，而引起他们恐慌，证据确凿。你不用解释，你们干的这些事对应的是劳务合同里的保密条款和忠诚义务条款，违反这2条，公司有权单方面的解除劳务合同，不支付任何补偿。这是你们的解约通知书，今天把工作交接完毕，明天就不用来。陆总，您不能这么做事啊！我在咱鼎恒也干了8年多，8年的老员工被外人用2顿饭收买，对得起这8年吗？我也挺真干这种事，是啊，既然他们的事被爆出来了，那我今天就把话说清楚。从今天起，鼎恒内部的人事关系只对公司负责，不对任何个人负责。谁要是还想脚踩2条船，趁早走，我不留。是啊，这我战术不可能啊，天帝。既然大家都选择留下，愿意和鼎恒一起奋斗拼搏，那我也在此承诺，未来鼎恒的晋升机制会有所调优，只要在座的各位能做出实际的，就一定会有晋升的机会。这2个人走了，傅廷州在公司的眼线就断了。还有别人吗？目前没有发现，不过不排除他会在外部找人。让他找，只要把内部的根拔干净了，他再怎么折腾，也折腾不出花来。接电话呀？怎么不接电话呀？蠢货！副总，副总，说，副总，1个月的期限就快到了，可我真的只筹了1312万，我求求你了，我真的不想做了，帮帮我！要不是你打了念安那1巴掌，事情也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你他妈还有脸求我？怎么办？怎么办？有了！喂，是我，给我编一篇报道，标题就写被排挤的管理者和强势的皇太女。好，我等你消息。陆清河，除非你乖乖的引我回去，我可以考虑不闹了，不然不死不罢休。陆总，媒体发布了一篇关于你的不实报道。通篇不提傅廷州出轨，挪用公款打孩子，把他包装成一个兢兢业业的管理者，而我成了仗势欺人的富二代。哼，需要联系媒体删除吗？不用。下午2点，帮我召开一个发布会，地点就在酒店1楼报告厅。既然他们想打舆论战，那我就奉陪到底。方叔，帮我再准备几样东西。你说。林若瑶3年之内
在鼎恒走账的全部流水明细，帮我打印30份。傅廷周在公司休息室和林若瑶鬼混的视频监控，林若瑶在上家公司因不当关系被辞退的辞退记录，还有聂安被打的那一天拍的照片。你这是要把老体都掀了？是他们非逼我把事做绝。你看今天的报道了吗？傅廷中也太惨了吧，兢兢业业干了15年，结果现在被卸磨杀驴了。也不能这么说，干得不好就得换人。可我看那篇报道说，陆清河利用家族关系强行夺取公司控制权，排挤其他功臣，搞这一出，这有点太过分了吧？孰真孰假，等陆清河来了就知道。这不一定嘛，毕竟就是人家自己公司。各位，今天请大家过来，就是为了回应上午那篇关于鼎恒医药的报道。那篇文章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写那篇文章的记者比例相当不错，连我看了都要相信傅廷周是兢兢业业的管理者，而我真的就是那位仗势欺人的富二代。不过呢，今天请大家过来，我有些东西想给各位看看，至于真相，大家自行分辨。方月，这是有命把你想干了吧？啊，这有点太过分了吧！5500万流向了一个空壳公司，审批者傅廷周，受益人就是他的情人。这个情人被一个10几岁的孩子撞见他们在公司偷情后，恼羞成怒，给了这个孩子一巴掌。而傅廷周作为孩子的亲生父亲，就站在一旁一声不吭。这就是那兢兢业业的管理者，这就是那个被我处处排挤的大功臣。原来真相是这样，我们之前都被骗了呀！所以各位可以自行判断，鼎恒管理层的变动到底是我仗势欺人，还是这个人自己把路给走绝了。我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么多，感谢各位到来。陆总，等一下，抱歉，那份稿子是副总委托我们发的，我们核实不充分，已经撤稿了，实在是抱歉。没关系，下次发稿前建议先做完调查。我去，鼎恒原来的总裁这么没人性啊！在办公室里偷情就算了，还旁观小三打自己的亲生女儿，真不要脸，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兢兢业业的管理者，合着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了。对不起啊，陆清河，我早上还跟风骂了你，对不起，对不起。我输了。东西没忘拿吧？没有。念安，爸，先去上课，去吧。嗯，慢点儿。傅廷周，你又想耍什么花招？你想当着我的面把念安抢走吗？你赢了，公司的钱我会想办法还。若瑶的事我会解决的，离婚协议我签。那抚养权呢？你想要都给你。傅廷周，你后悔吗？后悔啊，后悔来不及了吧？安安，爸爸妈妈离婚了，但是别担心，妈妈一定会把全部的爱都给你。谢谢妈妈保护我，等我长大了，我也要保护妈妈。我陆清河的女儿，
只需要无忧无虑，享受世界就行。妈妈也要享受世界。好，妈妈，我能不能改名跟你姓啊？可以啊。你想叫什么？还叫念安。念妈妈平安，念妈妈平安。你是我面对生活勇敢的力量。谢谢宝贝，拨开乌妈妈云永远爱你。的光芒，是你教会我坚强。陆总，第一季度财报已经出来了，营收同比增长17%，净利润增长23%。你爸虽然在国外，但他非常关心国内的你，他也看过财报了，非常满意。对了，他还说了一句，这丫头比我狠，也比我稳。可不能让别人说他陆正恒的女儿不行。妈妈，这件好好看，我喜欢。好，那就这一套。今天你过生日，还想要什么？最近我喜欢的女团开演唱会了，陪我去看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不行不行，妈妈都年纪大了，你们小孩子爱听的歌，我听不来。哪有？妈妈还这么年轻好看，咱俩站一起，别人都说是姐妹俩。陪我去嘛，很好玩的。好好好，我陪你去。耶！要这一套多少钱？2188元。付过去了。妈妈，你答应我了，可不能反悔啊！傻孩子，妈妈答应过你的事，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妈妈最好了。走吧。妈妈，你今天笑好多呀，你以前都不怎么笑的。那是因为妈妈以前心里有事儿，现在没了。那妈妈以后每天都要这么开心。好。别指望我了解，别指望我体会，爱不是注定要填你的缺。太多的是非，来不及读写，跟不上依恋这残缺的美，残缺的迂回。妈妈，我想吃冰淇淋。自己去买。要一个草莓味，再要一个香草味。念安脸上的淤青早没了，那天的巴掌印消失得干干净净，但他留下来的东西比印子深得多。他让我知道了忍耐的尽头不是和解，是翻盘，也让我知道了谢谢。有些人不值得留，有些事不需要等。妈妈，你最爱的香草味。谢谢。走吧，我们回家。走。